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讲静坐。静坐呢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法。之前呢，咱讲了很多的，要么就是运动，要么就是用手点按等等。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讲静坐。我们静坐呢，可以选择坐在凳子上，当然最好的是你选择打坐的姿势。打坐呢，分为散盘呀、单盘和双盘。今天我们只讲散盘，就是讲简单的基础的。我们有了简单的基础的这些作为奠基，或者是进入这个状态，或者是你喜欢这个运动了以后呢，这个方法以后，你慢慢再去学后面的一点一点的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，这是有一个蒲团，大家也可以找一个，也可以坐在一个平的，当然不要坐地板上，又不要坐在凉的地方，而且呢，我们坐的时候不要去坐在对着吹风的地方，对着吹风一下子都不让你着凉。当你静下来了以后，好，坐好了以后呢，把两个腿盘在一起，好，这就是散盘。好，散盘了以后呢，我们坐好身体正直挺直，好，挺直完了以后，稍微往前倾个15度左右，好，往前倾斜一下15度，就是身体往前趴一下15度左右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放松下来。我们挺直呢，然后往前趴呢，就是可以把你的尾骨给你踢出来，就是而不是我们这样坐着，这样的话你就在尾骨上去坐着的。待会儿再给大家看后面啊，先坐前方。好，坐好，手呢自然的插在一起啊，或者是坐好这样抱元手揖啊，或者是窝固啊。总归来说，我们把手放在一起比较好，放在小腹这里就可以。好，静坐，舌尖呢抵着上颚，眼睛呢微微闭上就可以，留一条缝，不要闭太紧。这个呢我们就自然呼吸就可以了，自然的呼吸，你可以去观着你的呼吸，你吸气，然后呢气沉丹田，好，一呼一吸自然。做这个呢有一个要领，就是说大家可能脑子里面会想事情，不要去管，就是自然而然的迸发出来的念头不要去管。你刚开始练1星期2星期，念头会很多，但是随着你练习时间越来越长，练得越来越多了以后呢，这个念头会越来越少。好，我们坐这儿，在什么程度可以运用呢？假如你特别疲劳劳累，补充我们的精力和体力特别的好，或者是你睡一觉起来昨天没睡好，做梦了，今天呢特别难受，而且眼睛不舒服或者疲劳，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方法。假如你做个10到20分钟，你再睁开眼睛，再感受一下你的身体呢，真的是恢复的特别好。有句话叫怎么？打坐是有意识的睡眠，睡眠呢是无意识的睡眠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练习这一个打坐这个东西。好，也可以你练的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给我进行交流，我们进行互相的交流，互相的沟通，互相的进步。好，静下来，放松，自然呼吸就好，全身放松下来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再给大家讲解一下后面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基础姿势，我们盘好腿了以后呢，手放好，先坐直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如果不坐直，你看你的屁股尾骨是不是在下面压着呢？好，我们一坐直，就是尾骨提上来以后，再往前一趴，好，这个尾骨自然而然的就空出来了，这地方就空出来，你就不压你的尾骨了。长时间压着尾骨那个地方，除了长痔疮，没有太多的好处啊。好，挺直，然后往前一趴个15度左右，好，尾骨出来以后再放松，这样的话脊柱全都放松下来，你的自然弯曲就有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姿势。好，静坐呢这个方法非常好，希望大家练习。好，有时候有些人说我们刚开始做要做多久？刚开始呢根据自己的时间，
根据自己去练习，因为你做这个时候呢，腿它的气血就供的少了，就会出现腿麻，然后等等。然后呢，当然我们做着气血在上半身，它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滋养是非常好的。最终我们会练到，假如一做1岁1分钟，比如我30岁，我就半个小时，对吧？当然你可以练的慢慢时间更长，那你需要后面的一些学习。如果说大家打坐有基础，想学习后面的或者交流呢，可以和咱们进行沟通。好，当我们收了以后呢，一定不要一下子就站起来。收完了以后呢，轻轻的搓一搓你的腿，把腿慢慢的伸直。有一些人呢，你这个腿都是麻的，好，慢慢的拍一拍，拍一拍，然后就给它收，一定要小心，拍一拍。好像我不需要，因为我这可以做好久，腿呢也不会麻，这都是练的。任何的锻炼方式，任何的功夫都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日积月累的去练出来的。不是说我怎么样都不行，我说这东西再好，你不练习，那么你也得不到好处。好，如果大家对养生运动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和我进行交流，谢谢。